今夜的怡红院大皇子包了，现邀花魁献舞一曲。过来。皇子段墨为谋皇位，党同伐异，挥空国库，致使民不聊生。今日取你狗命，为娘亲花要钱，也算是为天下苍生报仇了。大皇子，安心下地狱吧。伊鸿福，玉女派第5代掌门人。可惜家道中落，为了给娘亲治病，胆敢刺杀皇子呀！你全都知道。不懂黄雀在后的道理吗？你不过是别人的替死鬼吧？那你现在想怎样？杀了我！嘘，我不仅不杀你，还会帮你的娘亲医治。不过作为报答，你得完全听命于我。这画中女子名唤林月溪，是我宫中一个女官，亦是我皇帝段真的初恋。如今林月溪暴毙，她很伤心。我不明白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要让你用这张脸去接近段真，我要让你帮我争夺皇位。凭什么觉得我会听你的？就凭你是个孝女啊，你也不想你的娘亲出事吧？月牙湖是段真和林月溪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明日他会去那里私议，记住，他会乘一艘明黄色的船。段墨与段真都是前皇后膝下的皇子，段真爱民如子，深受百姓爱戴。虽然不是皇后所生，但皇后视如己出。没想到皇后才后事几年，段墨就急着除之而后快。船家，包船多少钱？我想去追那艘船。姑娘，想去哪儿啊？这么好的春热，就一个人吗？哎呀，对呀，趁着春光无限，上船玩玩呀！啊！你赶紧给我滚开！学会不客气。回去！回去！还不住手！你手起撤！玉溪，以鸿福接旨，民女以鸿福，容貌出众，品行端正，经赐宜坤宫女官一职，侍奉2皇子左右。谢父皇。报，鸿福前来向大皇子复命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宫了，我这个皇帝还真是个虔种，而你也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。过来。一会儿你们看见我去问船家，就照我说的做。
事成之后再补偿。明日父皇寿宴，我要你设计段真和端贵妃通奸，我要他们当着满宫上下身败名裂，非诛为狗。不觉得你这样太毒了吗？你为了自己的皇权，不惜牺牲自己的亲弟弟，还有一个女人的清白。我允许你智慧了你，这宫中之事轮到你去支摘。别忘了，你还有你娘的样子。二皇子，你不能进去。糟了，是段真，不能让他发现洪福是我的人。我是皇子，胆敢拦我！段墨，我绝不能让你伤害洪福。这么晚，你来做什么？方才宫中女官熊冬之死，不知皇兄可有留意？荒谬！全宫皆知我启祥宫，唯狗与宜坤宫人不得入内。皇帝忘了？私藏宫人可是大罪，皇兄可别怪弟弟没提醒你。来人，送客。皇帝，怎么样？看够了吗？这儿有你要找的人吗？打扰了，为帝下次做事一定谨慎。报。叶洪福，没我允许你不可以死，我还要你帮我铲除段真，申冤雪案。你在干什么？谁要对我有非分之想？这包玉欢散可以让男女情不自禁。我要你设计段真和端贵妃通奸。谢谢。这包玉欢散可以让男女情不自禁。大皇子驾到！儿臣来迟，请父皇恕罪。罢了，落座吧。谢父皇。哼，贱妇之子也配参加天子寿宴？你看着，谁不知道皇后谋害皇子，逼得端妃终身不育，竟将牵连九族。二皇子，可别让江山被某些坏种给抢去。皇兄，今日是母后忌辰，你可有替为帝尽孝？你也配替母后？端贵妃的清白今天就要毁于我手了。微臣恭祝吾皇万寿无疆，千秋万代。祝吾皇万寿无疆，千秋万代。喝下这杯酒，我要你身败名裂。端贵妃驾到！臣妾特来给皇上祝寿。快免礼！爱妃身体欠佳，朕已找人告知，不必参会。你怎么还是来了呀？臣妾只是太想见见皇上了。应该回宫喝药了，臣妾就先行告退了。好好歇息啊！深宫之中，孩子就是女人的命运。如今她子嗣断绝，如果清白再被毁掉，
愿圣上身体康健，愿我大周繁荣昌盛，安居乐业。禀告皇上，我听到娘娘的寝宫里有男人的声音。什么？咱们两个共度春宵，抱抱抱抱。听这声音，怎么感觉像是二皇子？对了，二皇子，刚刚席间一直未见。父皇，二皇子素日与端贵妃交好，两人又年纪相仿。奴婢刚才见二皇子来过。来人呐，他们给朕走开！皇上，皇上圣安。大皇子恐怕不能让你满意了。臣妾方才晕倒了，是这个女官救了臣妾。你想通过御剑？深宫经过了你的一生，如今你连清白做人也成了奢求。你我同为女人，我怎能如此狠心？二皇子，对不起，看来只有牺牲你一个人。皇上，您为何携众人来此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换个衣服，咱们两个共度春宵。愣着干什么？把门给撞开！皇上，美人儿，来亲一下。这就是你手下无情的代价。来人呐！皇子给我押入天牢！你知不知道你自以为是的善良，可以随时要了你的命？善良谈不上，我只是不想跟你同流合污。段真不也被你害了吗？你我现在有何区别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受人要挟，不得已做了违背良心的事。那我呢？处心积虑，用心歹毒，步步为营。然后呢？天生的坏种。既然知道我的性格，那我劝你最好不要忤逆我。其实你迟早会把我给杀了，对吗？和活阎王做交易，哪有不付出代价的道理？大皇子不好了，二皇子已经被皇上放出来了。回去，不要让女主子怀疑。洪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刚好父皇找你二人有事。什么？竟敢在朕眼皮底下构陷二皇子！今日之事，我总觉得蹊跷，于是查了一下宴会的吃食，发现在二皇子的杯中出现了玉欢散。经调查，朱太医曾经向启祥宫送过此药。朱太医，有什么你便直说吧。陛下，前日启祥宫的人来到太医院，问老夫要此等药，说是大皇子寻欢所用。就算我为太医院要过这药，也证明不了二皇子的事跟我有关的。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此事是大皇子所为，但有一件事，还请大皇子给个解释。菲儿，你把今日在宫中交代的再交代一遍。我受大皇子之命，若今晚见到二皇子来到龙翠宫，就告诉众人，娘娘的寝宫中有男人。他的胆子！今日朕岂不是被这坏种给蒙骗了？皇上息怒，大皇子暗害二皇子证据确凿，但这个女官也非善类。叶洪福，今日你怎么会去启祥宫中？难道你和大皇子？你知不知道你自以为是的善良，可以随时要了你的命？我叫他来的，我看上他了，想玩他。
狠人，这太过荒唐了！当初就该让你和你母亲那个贱妇一起喂狗。来人呐，非让你这压起来，相殿宫中之人统统有罚。皇子，处以鞭刑。伴君如伴虎，即使是贵为皇子，身在宫中也未必能保一世周全。住手！皇兄，看你伤成这样，我也是于心不忍啊。滚！看来皇兄还是没有放下执念。其实皇兄只要忘掉前尘往事，我还是可以考虑向父皇求情的。被段墨如此伤害，段真还能顾及手足之情，情操高洁，堪称君子。别管。大皇子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可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若不是我昨夜细心，这华表之上的恐怕就是二皇子。这个依红符，我觉得有问题，你切莫感情用事。你管得太宽了，我的私事我自己会处理。倾国朝贡来访，此次造访为求一事，皇女若红仰慕二皇子许久，如今年至婚配，望圣上赐婚呐！哈哈哈，甚好甚好，佳偶天成，正合朕意啊！哈哈哈。今夏这天可真是热得出奇。听说京城也有人热死。如此奇热，段墨他能扛得住吗？真的好惨呐！是啊，活活给热死了。这些旧伤，段墨在宫中到底是怎样度过的？滚！不要引火烧身！我有一点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供出我？你是我刺向段真的一根利刃，兵器当然要保管完好。我明白了。不过你毕竟救了我一命，我不想欠你的。好了，天气热，别让伤口化脓了。我许你走了吧。你还有什么吩咐？你无耻！很好，定力不错，你通过考验了。什么考验？接下来的任务，我要你去勾引二公子。你要我出卖肉体？一个连灵魂都被牵制的人，还用在意肉体吗？知道了，我会尽力的。
慢着，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你不会爱上二皇子吧？信与不信的，我就算承诺了，大皇子也不会信的。这瓶麝香露，女子饮下便会终身不育。你是去勾引，当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。我这个人不喜欢节外生枝，饮下这瓶药，杜绝一切误会。好好想想你的母亲。皇甫呀，皇甫，把活颜忘作交易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不过只要能救娘亲，牺牲自己又如何？这瓶麝香露，女子饮下便会终身不育。哭什么？蜂蜜水而已。不过最后提醒你一句啊，想在深宫中活命，就收起你所谓的善。有些人越是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往往越好心。月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每天都肝肠寸断。二皇子，你认错了，我不是。我要你去勾引二皇子。对，勾引段真，换回我和娘亲的自由，这何尝不是一个好机会呢？你我现在有何区别？洪福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如此轻薄，只是因为你跟月溪长得太像了，他是我，是你很爱的人，是吗？对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洪福啊，洪福，你将要欺骗、伤害的，竟是这样一个深情之人。禀报二皇子，皇上为贺金国来访，特在蓬莱州设宴，邀各宫前往游玩。这金国来的美人可真是赏心悦目啊！此等神仙美眷，天恩福泽，大皇子，你可不要羡慕死。关你屁！二皇子与公主乃是皇上钦定良缘，而且金国历来都是强国，皇上的意思已经很明显。大皇子，我看将来你还是得以二皇子俯首称臣。二皇子驾到！准新郎官可终于来了，可让王爷我好等。来，快与我同饮一杯。奴婢参见公主。放肆！见到公主竟敢不跪！婢女身份虽然微贱，但却是二皇子身边的女官。宫中女官代表的是皇家的颜面，自然不必向官方行礼，还请公主恕罪。你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，再加上这娇滴滴的脸庞，我要是男人，也要被你迷住了。公主要是还没有其他正式吩咐，婢女告退。翠兰，既然红福姑娘不懂规矩，那你就好好教教。是。反了你！堂堂金国公主，为难一个女官，怕是有失身份啊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某位不得宠的皇子呀！最后之子，连皇上都嫌弃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来管教我？我有没有资格，怕也还轮不到一个半入门的王妃来治我。
我们公主可是天下第一美人，才貌无双。大皇子不会是对二皇子心存妒心，故意接近我们公主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至于你，长得确实挺意外的，不过这情谊却也不过如此。不过如此，好啊，那你献取一手，跟我比试比试。好啊。这废物皇子竟有如此气，他竟会弹这首曲子。哎，这不是公主自创的《高山流水》吗？一般人连乐理都晦涩难懂，而大皇子却演绎得如此雍容动人呐。韵律铿然，婉转千姿，此曲若没10年苦练，岂能一气呵成？是。原来段墨要我勾引段真，是为了自己接近公主。也对，我不过就是一枚棋子，有时我却竟还以为……实在荒谬！公主设宴意在二皇子，这小贱人竟也敢登台与公主竞技。公主与二皇子早已钦定婚，如此心机，实在猖狂。我觉得皇兄弹得甚好。公主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小心！二皇子，夫妇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不小心没招。你受伤了，送你回去。你会不会爱呀？不会。你为何会苦练高山流水？如果我说是为了接近公主你呢？大胆，你也配？你想干什么？大胆狂徒！你如果再靠近，我就要叫人了。近几日你就好生休息吧。多谢二皇子关心，婢女感激不尽。你我单独相处，不用自称婢女，也不用叫我二皇子了，叫我段真就好了。段真温润如玉，平等对待每一个人。和段墨比起来，他就像是一张白纸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吧。我就在西暖阁休憩，你有什么事情直接叫我就好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吗？你脸上沾了我的胭脂，我帮你擦一擦。段墨还不走，难道是想看我如何勾引段真？还有胭脂吗？还有一点。还有胭脂吗？还有一点。时候不早了，二皇子。确实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我要让你用这张脸去接近段真，我要让你帮我争夺皇位。你知不知道你自以为是的善良，随时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？段真不也被你害了吗？你我现在有何区别？你来做什么？事情的滋味
如何？二皇子温柔体贴，男人本色，令人如沐春风，茅塞顿开。你干什么？看看是否真如你所说那般，是顾销魂。你疯了！段氏就在隔壁，那样岂不是更刺激？变态！放开我，不然我真叫人了。那你叫啊，反正我不怕死，但是你考虑的可比我多。看似简单如胡子妆，我三张脸部也一副表情。他怎么会是处子之身？怎么还没走？你没回来睡？不想跟你谈论这个，你还是把精力都放到金国公主身上，别让到时候后悔，又费力。你在教我做事，还是说你在担心我？你别误会了，我只是想早点结束任务，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水蛭一般暗无天日、令人恶心的生活了，不想待在一个活阎王身边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想，你的灵魂、肉体都是我的。胡福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二皇子，你先别进来，我没穿衣服。哦，我就是想问问你身体无恙吗？用不用我给你请太医？让他滚！不用，二皇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来服侍您更衣。哦，好，那我等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临危不乱，急中生智，你做得很好。还不赶紧走，我要去伺候二皇子了。我走，不过走之前，我打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鉴于你最近的表现，我准备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。我准备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。娘，你还好吗？为娘一切都好，多亏有段公子悉心照料，不然为娘这条命。段公子，就是你召集进宫托付来照顾我的段公子呀。段公子不时就会给娘送来补品、衣服，还会陪为娘聊天解闷。他可真是个大善人呀！段墨葫芦脸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谁？姑娘，段公子让我来给令尊把脉。姑娘，赶紧给令尊准备后事吧。怎么回事？我娘不是一直在被医治吗？治标不治本啊！令尊的病需要一味天山雪莲作为药引，雪莲百年难遇啊。大夫，哪里才有天山雪莲？老朽听说10年前金国曾向朝廷进贡过一支雪莲，普天之下也只有天子才有了。中秋夜宴，圣上隆恩，宴请各宫移步荷花池，品花赏月。趁此时无人，我得尽快找到天山雪莲。谁在里面？谁在里面？二皇子，发生何事？二皇子，微臣刚听见屋内有异动。无妨，方才我在帮父皇找东西，弄翻了梯子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你出来吧，我都看到了。二皇子，你惩罚我吧。
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娘快死了，只有天山雪莲才能救她。天山雪莲，二皇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明月溪？不，我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很特别。今日中秋夜宴，我们早些回去吧，免得引人怀疑。我发差呢。你等我，去就回。尹女官做的不错呀，都不需要我指挥，竟然会主动进展任务了。这不就是你想看的？很好，不过我希望你记住自己的身份，还有你的归属权。伯父，继续你的任务吧。公主好雅兴啊！是你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良辰美景，美人落单。公主的如意郎君呢？与你何干？公主与大周和亲，不就是为了母族的荣耀和国家的昌盛吗？你觉得这些东西，二皇子可以给你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要的这些东西，我段木可以甘心奉上。开门见山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公主做我的皇后，做我的皇后。本公主今天可真是大开眼界呀！高高在上的皇子居然和一个下贱的女官形同夫妻，这普天之下就有如此荒唐之事？公主有所不知啊，我这皇帝自小不爱，尤其是喜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比如别人的母后，或者来历不明的女人。二皇子居然喜欢野女人、下贱货呀！这一点，本公主甘拜下风。公主何出此言？洪福她是个好姑娘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恶意重伤，请你向她道歉。什么？她一个奴才，你要我向她道歉？洪福她不是奴才，她是我的朋友，请你道歉。好，道歉是吧？喂。公主，当心脏了手。也对，一对狗男女，我们走着瞧。皇帝啊，对于一个替身，未免太伤心了些。这么多年了，皇兄还是不肯原谅我。你跟大皇子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母后和端贵妃原本是一对姐妹，端贵妃进宫后非常得宠，并很快怀上了龙嗣。母后因此心生妒心，所以便在端贵妃的吃食中下毒，却阴差阳错被我撞破了。贵妃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血，好多血！为什么？快传太医！皇上，我是单钦宗的皇上。滚！朕再也不想见到你！父皇勃然大怒，母后因此废后，并在本宫自枪了。母后是因为我才死的，这件事一直像一个阴霾一样封在我和皇兄中间。皇兄恨我，我能理解。皇子，禀报二皇子，皇上让您赶紧去问政。所谓何事？说是和金国公主有关。洪福，
你先回宫吧。你快去吧。深宫如渊如潭，变幻莫测。今日是兄弟，明日亦可是仇敌。纵有泼天富贵，倒不如寻常百姓过得平安顺意。娘，等我治好你，我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女子，跪下！父皇，儿臣不知有何过错。竟为了一个女官，竟然当众辱没公主，可有此事？儿臣不管，方才只是公主与我宫中女官有所争执，与婢女为友，让公主赔礼道歉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！皇帝，你不老实啊！岂有此理！我堂堂大金国公主金枝玉叶，岂能受如此大辱？孤看此次和亲，大可不必了。我们走。简直把大周的礼数都丢尽了！我看你跟你那个贱乳生母，简直一样贱如屠龙！不说，就废除你的皇位，贬为做夫人去吧！皇上，二皇子其实也并非容易。你给我住嘴！禀报圣上，荷花池有人落水了。你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，够快！仔细找。不，洪福有危险。哼，好戏开始了。找到什么没有啊？大皇子这是要干什么？阿福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？昨日你不慎落水，幸好有人在岸边发现了你。昨天救我的到底是谁？让人给金若红和段贵妃送密报，就说今晚伊弘福会去启祥宫与段墨私会。是。终于舍得来见我了。我有一事想问你。讲。昨夜荷花池中，是不是你救的我？哼，像我这种十恶不赦的活阎王，怎么可能做出救人这种事？你说的是实话。你不过是我刺向段真的一把剑，兵器而已，玩坏了换一把便是。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大皇子依然口冷心冷，不该喝辣之风。你这张嘴不也一样是硬如磐石吗？近墨者黑。同一艘贼船上，你我都是要下地狱的魍魉，彼此彼此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惹到我了。怎么？又不是第一次。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？会咬人的狗？焕然骑了马？还是你仅仅用来发泄欲火的妓女？不。你是一只狐狸，一只未经驯化、会咬人、会勾人的狐狸。你那么特别，才能让人魂牵梦绕、肝脑涂地。你们两个居然敢拦我！谁？是我。夜至三更，公主何故来此？我看到那个贱人来你宫中，你可有留意？这宫中之人皆知。宜坤宫与启祥宫势不两立，他怎会来我这儿？可是我刚刚明明看到他来这儿，而且还是往你寝宫的方向。你不会和那个贱人珠胎暗结，一起蒙骗我？公主多虑了，我怎会看上一个低微尘埃的侍女？我的心只属于高贵的公主年。好，
能让我进去瞧瞧？公主以未出阁之身擅闯皇子寝宫，宫中人多眼杂，这传出去，怕影响公主清誉啊。我不管，我偏要进。公主若执意要进，那便进吧。只是我不敢保证，我这手下的嘴不牢房。好，我就姑且相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是妈。你疯了！佛言我应该尝一下受人牵制是什么滋味。我不喜欢叶文，我讨厌这种感觉。我喜欢。这是对你的惩罚。今天很扫兴，回去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女人还真是贪得无厌呢，一边吊着二皇子，一边往大皇子的床上爬，也不知道你使了什么妖媚的手段，竟让他们兄弟二人为你神魂颠倒。奴婢不懂公主在说什么。不懂？昨夜落水之事是你设计的吧？目的就是为了勾引大皇子。昨夜落水之事只是意外，而且大皇子并没有参与其中，何来勾引之说？本公主昨夜可是真正看到大皇子跳水去救你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要脸。昨夜真的是端木救的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你愣着干什么？本公主问你话呢。奴婢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无法承认。侯府，侯府，哼，不承认是吧？我这就去告诉二皇子，他宫中的女官跑到启祥宫与大皇子暗度陈仓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解释。哼，二皇子，侯府，侯府，这么晚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身子才刚好，可千万别着凉了。我刚才觉得屋子里有点闷，出来透透气。方才我好像听到了靖国公主的声音。怎么可能？啊，这么晚了，她不会出来的。你应该是听错了。啊，我有点头晕，我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先扶你回宫。段墨和公主今天都不在，昨夜最后到底怎么样？呈上来。可见经理御医有100名能工巧匠，耗时10年完成。缎面上镶嵌了各种奇珍异宝，价值连城。贵国来访，我哪知多有怠慢。今日朕决定将这御医赐予公主。承蒙皇上厚爱。果然大周乃礼仪之邦啊！若红还不谢过皇上？翠兰，公主呢？奴婢该死，公主昨夜外出透气，至今未归。什么？你仔细想想，昨夜公主几时外出？身穿什么衣饰？又有何特征？公主昨夜大约是子时外出的，身着一袭白衣，头戴一只鸳鸯金钗。是不是这只钗？对，就是这只。爱妃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今早臣妾路过启祥宫，在假山后拾得这只钗。启祥宫？大皇子呢？人呢？回禀皇上，大皇子至今未到。皇上，这大皇子素来顽劣不堪，又对二皇子心存妒心，这钗在启祥宫外发现，恐怕公主……这还了得！若是我公主有闪失，就等着我大军发战吧！来人呐，
去叫齐襄公，去给你一次碎尸万段。父皇，父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小女昨夜外出不慎晕倒，幸而被大皇子救下。若非大皇子一夜悉心照料，小女恐怕……公主意外昏倒，为何直至天亮你都不回来禀报？父皇恕罪，不是儿臣不禀报，而是儿臣不敢禀报。说，把人带上来。昨夜这个宫女闯入我的寝宫，想用迷情香迷晕我和公主，还好被儿臣及时发现。儿臣查过了，这个女宫是端贵妃公主的人。儿臣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只能将公主留在宫中。别怕，说，昨夜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饶命，奴婢是冤枉的，是贵妃娘娘让奴婢这么做的。说清楚点。贵妃娘娘让我迷晕大皇子和公主，要他们情不自禁，要他们当着满宫上下的人，成为全天下人的耻笑，还说要让大皇子永世不得翻身。胡说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。你说，大皇子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要编这些鬼话？皇上，昨晚巡逻的小太监回禀，说是看到贵妃娘娘和她的宫女在齐襄宫外，随后她的宫女鬼鬼祟祟地进了齐襄宫。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是被诬陷的。皇上，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对香料颇有研究，而且你最擅长制作这迷香。6岁，堂堂大仇，竟有如此荒唐乱事，简直花之大吉。皇上，不信臣妾吗？够了！来人，把端贵妃给朕打入冷库！快去！放开公公，本宫自己会走。好一招祸水东引！原来这一切都是段莫设的局，而我不过是这局中的一环。圣上，小女有一事，求您应允。讲。小女与大皇子情投意合，请圣上不吝赐婚。墨儿，你意下如何？儿臣甚为乐意。圣上，小女还有一事相请。说吧。小女觉得二皇子身边的女官甚好，想让她来做我的侍女。宜坤宫女官李洪福，承蒙皇恩福泽，移宫御书阁，侍奉金国公主左右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就不怕？怕？我可是皇子，我怕什么？知道吗？这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，真令人恶心。恶心？等我给君主完婚，我要你日日来见我。昨晚你到底对公主做了什么？放心，只是让她吃了些欢愉散罢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设计的局，跳水救我是为了引起公主的注意，然后诬陷端贵妃，铲除异己。为什么不能是别人来诬陷我？你的意思是端贵妃？为什么不能是段真？她不会，她和我们不一样。跟我们哪儿不一样？志行高洁，如幽兰君子，云翳浮光，豁然开朗。如此高赞，你莫不是爱上他了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
我不过是你的一个兵器，玩物，需要这么在意？我只让你勾引他，没让你爱上他。我只让你勾引他，没让你爱上他。永福，我在这儿。你赶紧和我走，公主正要你去伺候她用膳呢。公主，您找我？给我跪下！公主让你跪，你发什么愣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来当我的侍女？因为你长得太过美艳，在这深宫中长得太过美丽，于己与别人都是一种危险。与其让你待在二皇子身边，有朝一日成为王妃与我分庭抗礼，倒不如亲手毁了他。公主，您误会了，奴婢说过自己从未有过僭越之心。我不管你有没有，但我容不得你。翠兰，把他的嘴给我打烂。是，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架上！让你犟，我让你犟，让你犟，我让你犟。你若求求我，兴许我会饶了你。我让你犟。怎么，哑巴了？你刚才那股狂傲的劲儿呢？说话呀！叶洪福啊，叶洪福，这些都是你的报应。替火眼我办事，伤天害理。从你刺杀段墨开始，从你踏入宫门的那一刻，你就该清楚会有怎样的下场。公主，看样子她已经晕了，真没意思。走。二皇子，不好了，红福姑娘被公主罚跪，已经晕倒了。红福，红福，朱太医，怎么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若不说实话，便治你的罪。怎么会有血？二皇子，这位宫女，她已经身怀有孕。此事事关皇室血脉，若今日之后惹出什么祸端，该如何是好？二皇子，请放心，此事老夫定守口如瓶，赖在都中。朱太医年事已高，不如趁此机会告老还乡，如何？你应该明白我意思吧？微臣明白，微臣先行告退。要是我叫的，我看上他，想玩，很认。难道这个孩子是段墨的？岂不正如我意？哎，他竟有花瓣胎记！哎，快起来！洪福，你腹中的孩子……皇子，你赐死我吧！宫女怀孕乃是大忌，我自知死罪难逃。洪福，你别怕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我想听你说实话，你腹中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皇兄的？皇子，你还是不要问了，你直接赐死我吧。你既不愿说，那我便不问了。但是你相信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如果你发现你一直相信的人其实一直都在骗你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既然我选择相信他，那么我相信他骗我一定有他骗我的苦衷。二皇子，
金国公主正在殿外索要洪福姑娘。回我的话，以后洪福就在翊坤宫，哪儿都不去。是。二皇子，你这样公然与公主作对，会对你不利的。无妨，但我有一事想求。洪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只有成为王妃，才能光明正大的在我身边，才能保住腹中的孩子。方才宫中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大皇子，方才洪福姑娘罚跪倒地，已经被二皇子救走。公主很生气，已经去长安殿面圣了。二皇子，皇上要您和洪福姑娘赶紧去面圣。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，为了一个替身，闹得满宫风雨。我的私事，皇兄不必操心。皇兄即将大婚，还请克己复礼，谨言慎行。当然，你们的烂事儿我根本不在意，我只是希望不要忘了彼此的身份，不要自作聪明，越界只会害了自己。皇兄不必多虑，我和洪福是真心的，而且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。真心？参见父皇。二皇子，这宫规第28条你可还记得？凡宫中皇子不可擅长女眷住处，进宫。若是犯了，该当如何？褫夺封号或皇位，或贬为庶人。既然你知道，你还擅闯御书阁？父皇，儿臣去御书阁是因为洪福遭受了公主的虐待，儿臣救人心切，所以才如此莽撞。荒谬！区区一个宫女，死不足惜，不想好救的。好一出英雄救美啊！皇帝为了一个宫女无视皇权，挑战君威，如此逆举，普天之下还是独一份呢。就是，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二皇子，这个颇不简单。最近的宫中事宜，皆由他起，我看他就是个祸水。洪福不是祸水，他是儿臣的朋友，他是一个区区的皇子。宫女修成朋友，简直荒谬至极！来人呐，把这个宫女易洪福给朕拖出去斩了！洪福不能死，洪福已经怀了儿臣的骨肉。你说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皇子和宫女厮混在一起，居然还搞出一个孽种！这个周玄宇和大皇子之间，谁又怎知他和其他男人还有无瓜葛？你又怎敢确定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？我确定洪福腹中孩子就是儿臣的。那日中秋夜宴救下洪福后，儿臣在席上多喝了2杯，便情不自禁对洪福。自此，我们便形影不离。大罪之下，你又怎知没对此女算计？万一他是调虎离山？我确定是他，他的左侧腰间有一个花状胎记。够了，朕不想听你这些烂事儿。我和洪福朝夕相处，早已两情相悦。况且她已怀了儿臣的骨肉，还请父皇不吝赐婚。不行！父皇，儿臣认为皇子成亲乃皇家大事，此事颇为蹊跷，不如先将这2人关押起来，再细细审问。来人，将二皇子和宫女易洪福押至翊坤宫，看管起来。一个阴质狠毒的生父，一个来路不明的母亲，你还未出生，就注定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。与其让你禁锢在这深宫牢笼，命途多舛，倒不如将这份不幸提前扼杀。你来做什么？竟然能让二皇子不惧君威，求娶为妃，我还真是小看了医女官翻云覆雨的本事啊！这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如今你深得圣意，
权倾朝野，我也算是使命必达。说实话，你肚中的孩子怎么回事？殿下，二皇子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？你竟然真的不惜出卖肉体，这人造的！你要我出卖肉体？一个连灵魂都被牵制的人，还用在意肉体吗？一个连灵魂都被牵制的人，还用在乎肉体吗？贺鼎红准备好。知道了，出去。所以，这才是你今天来这的目的。你以为是我要杀你？你的目标已成，我这个武器反倒成了一个隐患。怕有一天我会暴露你所做的肮脏事，所以刚好趁机把我给杀了，不是吗？在你眼里，我仅仅是一个阴暗毒辣、不择手段的火眼王。对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别演了，大皇子。你疯了！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你不信我是来救你的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信我？我兄弟，你的脖子上的项圈真好看，可以送给我吗？喏，给你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哲儿，刚才我想看一下黄兄脖子上的项圈，可是他取下项圈，他用那个打我，说我是个野种，不配摸他的项圈，还推了我一把。哇，母后，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别说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哇，你什么时候能和这样和平共处？你知不知道，母后因为你受了多少委屈？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母后顺顺心啊？父，很好，没有让朕失望。太子之位，朕会好好考虑。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殿下！刚才皇上来旨，让您正式册封为太子。各公主子正是携正气珍异宝来向您贺喜呢。恭贺太子殿下！贺喜！我终于是太子了，是该贺喜才对。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不高兴了？你别演了，大皇子！我要让你用这张脸去接近段真，我要让你帮我争夺皇位。同一艘贼船上，你我都是要下地狱的亡灵，彼此。在你眼里，我仅仅是一个阴暗毒辣、不择手段的火眼王。对。火眼我也应该尝一下受人牵制是什么滋味。段木啊，段木，即便是得到江山又如何？你依旧失去了你真正的所爱。即便是万人之上又如何？生无可恋，不过是徒有空架，行尸走肉。太子殿下，红福姑娘并未被刺死，她已经醒过来了。
洪福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被刺死了吗？你放心，宫中皇嗣凋零，父皇不会那么狠心。是皇上让我死，而非段墨，我竟然错怪他了，所以他是真的想救我。洪福，我已经跟父皇说放弃皇权了，他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婚事，你情愿吗？二皇子，你为了我这样做，太不值得了。没有什么不值得，我对皇权一向不感兴趣。我此生所想，就是想和自己心爱的人安稳的度过一生。如果段真知道他所爱之人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。皇子，我想去御花园走走。叶洪福，你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。你已经伤害了太多人，你应该逃离这个不属于你的地方，把这里的一切都当成一场梦了。你就这么想躲着我？我现在可是你的准弟妹，避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也对，你攀上了段真，是可以甩了我这个救主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疑问想问你。挺稀奇啊，叶姑娘竟然会主动让我留下。我就要你一句实话，昨日你是想要救我的，是吗？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？如今你已是我的弟妹，又何必在意我的所思所想？还是多花些心思去讨好你的二皇子吧。一皇子是我自作多情，也对，我不过就是你的一个武器，你玩坏了，换一把便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伺候我的夫君了。我也想问你一句实话，你腹中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既然我已经决定逃离这里，又何必让他知道真相呢？大皇子，我这孩子就是二皇子。你没有撒谎，无半句虚言。我为何就是不信？信与不信的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如今这一切已经尘埃落定，你迎娶公主，坐上太子的位置，将来继承大统，而我嫁给二皇子，举案齐眉，繁衍子嗣。够了！你当真要嫁给段真？没错。那我不妨提醒你两句，你一介庶人，根本无法在这深宫之中立足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一旦生下孩子，产子之日便是你的死期。那我也认命。这池中皆是宫中被害死女人的冤魂，与其到时生不如死，不如现在死个痛快。你跳吧。你死都要嫁段真！现在看到我的决心了。你真的爱他？真的？大皇子，也许从你让我帮你争权夺位开始，从我进宫的那一刻开始，这一切都已经注定了。洪福，你还在御花园吗？怎么了？你这么高兴吗？洪福，宫中的嬷嬷来送吉服了，她跟我回去试穿吧。姑娘可真是好福气，成为皇妃可是多少宫女的梦呢。皇上啊，对此颇为重视，特别将你们两对的大婚安排在同一天。过几天便是大皇子的太子册封大典，那天宫外景阳山上的花是一年当中最美的。皇上啊，还特别命人去宫外采撷，以顾大婚典礼呢。
你是说太子册封那天会有宫女出宫？对呀，到时候正午时分，宜芳司仪众宫女结队出宫，可壮观了。二皇子，对不起了，我无法成为你的皇妃，我要飞出这金丝笼了。授皇子段墨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重四海之统，以系八荒之心。钦此。皇恩浩荡，谢主隆恩。儿臣竟将尽心竭虑，为大周繁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段墨，你终于得偿所愿，可惜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肚子里的真相。再过片刻，我就将离开这座幽深皇城，我们从此天涯两岸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决定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会好好照管他长大的，让他不会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二皇子，我突觉身体不适，想先回家休息。又醒了，要不我陪你吧？没事的，只是有些头晕。今日册封太子，你作为皇子理应在场。好，那您路上小心。怡红福啊，怡红福，约了这么久的吻，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让你飞走呢？没有你，我怎么能让段墨作茧自缚，将皇位拱手相让呢？站住！二皇妃，遗忘拿走啊！跪下！如实交代，你当日从翊坤宫出来后，为何要逃？老夫只是告老还乡，不知你何出此言？朱太医挺不拘束的，他当然可以不说，但是我就不敢保证你城外的一对妻妾和一双儿女能否安然无恙。太子是朝命，我说那日在二皇子行宫，老夫为一个宫女拔出血脉，但二皇子他快说！臣有不育之症啊！原来孩子真是我的。太子殿下，禀报太子殿下，皇上叫您即刻去长安殿面圣。父皇有说所为何事吗？说是和二皇子妃有关。太子，你来了。儿臣在。刚才侍卫抓住了乔装正准备逃出皇宫的二皇妃，此事你可知啊？儿臣并未知晓。那怡红福是玉女派第五代主人，他受他人指示来刺杀你，这事你也不知。那怡红福到底是什么底细？他为何会在宫中？朕已全部洞悉。太子，你的手段很高明。父皇是想治罪儿臣。不，我反而很欣赏你，只是你做事不够干净。朕要斩草除根。怎么，你在犹豫？你所言当真？儿臣无半句虚言。太子如何利用他设计儿臣，庄中这件已被儿臣调查清楚。如今怡红福被我关押在翊坤宫，父皇可严刑拷问。父皇，儿臣恳请罢黜皇籍，望请父皇与红福一条生路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了一个宫女，连皇籍都不要了？儿臣自知与洪福所犯欺君死罪，死不足惜。但洪福怀的乃是儿臣骨肉，虎毒尚且不是子，儿臣又怎能如此狠辣？恳请父皇放过我和洪福，我们自当流落天涯，绝不回京。什么？
他腹中的孩子不是，绝不是皇帝的。儿臣刚刚从都太医口中得知，皇帝患有不育之症。这件事要从长计议。你转钱给朕跪在长安宫中。该做什么？既然已经全部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把我杀了？我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看你啊！我还需要你腹中的皇子为我开枝散叶。你做梦！你愿把这个孩子给撞死？哦，不，你不会，这可是你和段墨的孩子，我相信你不会这么绝情的。你这个杂种！这么美丽的嘴，怎能说出如此离谱的话？不得不说，你跟李月熙长得是真像啊。但你和他在皇权面前，简直不值一提。你知道吧？月熙知道我派人去刺杀段墨，他竟然想告发我。就像这样，慢慢去告段夫子，他就像一只小猫一样，在我的手心里面奄奄一息。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将他的脖子掐断。二皇子，皇上有请。参见父皇。免礼。现如今你皇兄已废，朕打算立你为太子，只是还有一事故。父皇还有什么顾虑？儿臣定尽心分担。朕膝下只有你和段墨2个皇子，他虽贬为了庶民，但是来日方长，而你却优柔寡断，朕怕……父皇，儿臣一定会处理好皇权与手足之间的关系。那好，朕要你亲自替朕去发落。是。也不知道二皇子靠不靠得住啊？都是天家的骨肉，虎父无犬子。皇上，您多虑了。可是二皇子，我总觉得摸不透他。自小看似简单单纯，实则借腹生子，又利用伊弘佛反将太子继谋。他这样的心机缜密，就连朕和墨儿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宫中皇嗣凋零，是真不想看到他们骨肉相残。那皇上的意思是？我还是更倾向于墨儿移驾长安殿。朕要看看二皇子是否真如朕所想。你来做什么？皇帝特意来看望皇兄，怎么，皇兄不乐意？哦，对，你想要鸿福，可惜啊，伊鸿福已经被我关起来了，而且我会日日折磨他直到产子，而那人便是他的母亲。你个杂种！你要是敢动鸿福一格好吗？我定将你碎尸万段！皇兄，你一定要放轻松，我现在可是皇上钦定的太子，弄死你跟那个贱人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你觉得我会放你出去吗？我不会再让你出去害人了。皇兄，恐怕没机会。你放心，我只是封住了你的死穴，过不了半个时辰，你就会全身麻木，没有力气。届时，我就会向宫中宣告你已自裁，就如同你那宠动如珠的母凤一样。太真，你我自有一起长的，我待你日何其中，你为何如此寒毒？寒毒，待我为己出。是想哪一个皇后
会让自己的养子登上大统之位。5年前，我只不过是和端贵妃合手演了一出好戏，父皇便深信不疑。可怜啊，母后到死都没有得到父皇的一点宠爱。逆子！你这个逆子！原来这都是在被你蒙骗！小小的年纪，竟然心机如此之深，这看你就是个祸！今天就将你，我真是天助我也啊！父皇，看来你只能跟我皇叔在黄泉路上冰释前嫌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您多年前是怎么杀害如果。您这么在乎我的血统，真的甘愿让我登基吗？你去死吧！哈哈哈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二皇子段真聪颖过人，得天庇佑，乃应天顺人，登基为皇。钦此。慢着，大皇子弑父先皇，畏罪潜逃，竟还敢回宫。先皇被害一事没有直击证人，仅凭二皇子一面之词，况且二皇子手谕喜，以老朽之见，我们先静观其变。来人，把这个谋害先皇的乱臣贼子给他押入天牢！现在大周所有的军队皆听我的调遣。不可能，父皇没有传玉玺给你，你怎么会有玉玺？不知道，你手上的玉玺一定是假的。假的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劳烦公公将父皇驾崩那日事如实再述。各位大人，千万不要轻信二皇子的话，皇上根本就不是被大皇子所杀，真正杀死皇上其实是二皇子。那时我进寝殿送玉玺，看到二皇子正用一根银针刺入皇帝的头顶，心急之下，我只得先把大皇子救出，在宫外找人给他解穴。你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！你说我杀了先皇，你可有证据？洒家自想跟先帝一起争，对先帝忠心耿耿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。而且先帝在世之时曾和我说过，天子之位并不属于二皇子，他真正想要的继承大统的人是大皇子。即位诏书就在龙椅后屋，诸位大人若是不信，取下一观便知。是先皇的手谕，是先皇的手谕啊！这就是先帝的手谕。诏书上说，由大皇子继承大统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你知不知道你自以为是的善良，可以随时要了你的命？我叫他来的，我看着想玩他。像我这种十恶不赦的活阎王，怎么可能做出救人这种事？你不过是我刺向段真的一把剑，兵器而已，玩坏了换一把便是。段墨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能继续助纣为虐了。
我不能生下这个孩子。既然你已经失踪，我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。段墨，我们来世再见。红福，没事吧？你从回来了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不，你不能回来，段真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，段真已经伏法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打扰我。对了，你这张利嘴怎么回事？刚刚是在关心我？你这张嘴还是这么不饶人。红福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你总该相信我了吧？你说呢？信你。